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视着那道绚丽的七色结界门，袁术和于婷也不例外。只不过相比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们二人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满眼都期待着吕界，反而在期待着另外一个人。终于，一只脚从那结界门内踏出，只是突然间，自那结界门内竟释放出了磅礴的气焰。人们还来不及看清那从结界门内走出的身影，那方被封锁的区域已被那气焰所覆盖，人们根本无法看到里面的情况。可实际上，那气焰只是遮挡住了外面之人的视线罢了，那里面之人的视线并不会被遮挡，因为楚风就站在那被封锁的区域之内。袁术和于婷猜对了，发现了隐藏之门的人的确就是楚风，并且楚风还成功的从那隐藏之门内走了出来。眼下就是楚风所得到的待遇，他拥有优先资格开启如意镜，甚至在楚风开启如意镜的时候，其他人连看楚风的资格都没有。不过楚风却能够看到外面的一切，能够看到袁术等人。看到袁术和于婷后，楚风也是淡淡的笑了，但是他并没有打招呼。他知道袁术等人看不到自己，楚风也知道他成功从隐藏之门走出来将获得怎样的奖励，所以楚风并未犹豫，而是看了袁术和于婷一眼之后，便走到了那如意镜的面前。开启如意镜很简单，只要站在如意镜的面前就可以了。来到如意镜面前后，最先浮现在楚风眼前的乃是自己的模样，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很快，如意镜内开始变化，出现了一颗药丸，那药丸很美，如水晶一般，若不是它散发着浓浓的药香味，楚风甚至觉得那是一个装饰品，或者是天地奇物。当那药丸浮现之后，几行字体也是随之而现：界灵助力丹，若助界灵快速炼化修炼资源，服用方法将丹药捏碎，从鼻处吸入。看到这两行简单的介绍，楚风也是目露惊讶，他已经见识到了这如意镜的厉害。这颗丹药看上去并非特别厉害的宝物，而是一种功能性的丹药，但却是眼下楚风所需要的。他很希望女王大人能够快速醒来，而既然这颗丹药能够帮助界灵快速炼化修炼至宝，那也就可以缩短女王大人闭关的时间。这还真是完成了楚风的一个心愿。就在此时，那如意镜荡开了如水纹一样波动，紧接着那颗丹药竟从镜中漂浮而出。这就是破开隐藏之门的奖励吗？看到那颗漂浮而出的丹药，楚风面露喜色。在隐藏之门内，楚风不仅破开了关卡，对于这如意古堡内的一些规矩也是更加了解。他知道如意镜虽说能够映射出镜前之人当下最需要的宝物，但是正常来说却也需要进行挑战，只有挑战成功才能得到如意镜映射出的宝物。而楚风却没有遇到挑战，便直接得到了宝物，这可以说是一种特殊待遇，自然可以说是奖励。不管了，先给女王大人服下再说。楚风接过这颗丹药，便进入了界灵空间，来到了女王大人面前。他真是迫不及待的想让女王大人醒来，想到马上就能听到女王大人的声音，只要想一想，楚风都兴奋不已。于是二话不说，楚风直接将那颗丹药捏成了粉碎，化作粉末之后送到了女王大人的鼻前。随着女王大人的呼吸，那丹药的粉末漂浮而起，就要被吸入女王大人的鼻中。可当那粉末即将落入之际，却出现了一道光芒体，覆盖了女王大人的全身。那是一种阻挡，也像是一种保护。那粉末就这样被挡住了。不行吗？楚风眉头皱起，将那丹药粉末取走。而当他取走之后，那缠绕着女王大人的光芒体也是随之消失。这丹药使用不了，楚风略感失望。他知道不是丹药没有作用，而是女王大人的体内有着一股力量抵挡着一切外力。这种情况下，楚风反而不敢再试了，更不敢去叫醒女王大人，他害怕影响了女王大人的闭关。于是楚风将目光投向了同样在闭关的雨莎。这个丫头怎么这一次闭关时间也这么长？希望这个丹药能帮助到你。楚风说话间就来到了雨莎的面前，将那粉末放到了雨莎的鼻子下方。雨莎与女王大人不同的是，她不仅将那丹药粉末吸气，那丹药粉末更是顺利的进入了她的鼻子之中。而更令楚风意外的是，那粉末进入鼻子之后，雨莎竟瞬息睁开了眼睛。雨莎，你没事吧？看到雨莎醒来，楚风大惊，眼中涌现出浓浓的担忧。在楚风的预料中，就算这丹药粉末能帮助雨莎快速的增进实力，可也需要时间。如今雨莎这么快就醒来，让楚风觉得很可能是那粉末将雨莎强行唤醒，影响了雨莎的闭关。而楚风很清楚，如雨莎女王大人这种闭关，若是强行唤醒是非常危险的，轻了会让闭关者遭受伤害，若是严重可能会走火入魔，甚至因此而亡。是你做的吗？此时雨莎那双美眸之中也是流转着意外，不由得对楚风问道：我刚刚得到了一颗丹药，那丹药能让闭关中的界灵快速炼化掉修炼资源，缩短闭关时间。我见你闭关已有些时日，却始终未能醒来，便想着帮一帮你，不曾想雨莎，真是抱歉，都怪我。你的身体还好吧？可有受损？楚风一脸的惭愧地问道。受损？为何会受损？还有，你明明帮了我，却又为何还要道歉？雨莎眉头微微皱起，一脸的不解地看着楚风。而楚风则是反应极快，他猛然间意识到了一个令他感到震惊的事。难道说那颗丹药并未影响你的修炼，反而真的增进了你炼化的速度？楚风凝声问道。是，按理来说我这次闭关所需的时间可能还要更久一些，可就在刚刚，突然有一股力量从我鼻子而入，进入全身，那力量帮助我将需要炼化的所有力量瞬息融入我的体内，所以我才会醒来。不仅如此，它还增强了那些修炼资源的力量，使得我得到的帮助也得到了提升。雨莎说道。听闻此话，楚风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之前他只以为那颗丹药是如意境按照楚风心愿而分配的一个能够对楚风现在有所帮助的宝物，但却没有想到它的药效竟然如此厉害，不仅能够加速炼化修炼资源，竟然还能将那修炼资源的力量加以升华。这样的丹药
完全可以用无价之宝来形容，随便分配的一个愿望宝物就如此厉害。如意古堡果然不简单，难怪这么多人想要进入此处，也难怪有人会对如意古堡对歪念头了。尽管早就知晓如意古堡很是厉害，但这颗丹药的药效还是让楚风惊了。甚至这样的丹药，楚风闻所未闻。而如意古堡存在多年，来到如意镜面前的人更是数不胜数，他们都遇到了心意的宝物。那么如意古堡内到底有着多少宝物，又有着什么级别的宝物？这的确是一个让人极为好奇，甚至容易升起贪婪之心的地方。雨莎，那你现在的修为可有增进？楚风再度问道。雨莎此次闭关颇久，楚风觉得雨莎必有长进。一品至尊，雨莎说道。一品至尊吗？你这丫头进步倒是不小啊。这样来看，你花费这么长时间来闭关，倒是值了。楚风甚是欣喜，雨莎的这个修为超出了楚风的预期。毕竟楚风现在也只是一品至尊而已，但雨莎能有这个修为，对自己来说也是不小的助力。毕竟雨莎不是寻常的剑灵，她的逆天战力可是很恐怖的。可忽然，楚风目光一动，外面有动静。丫头，我先出去看看，回头再与你叙旧。楚风此话说完，便赶忙将意识投射回身体，这才发现那遮挡住众人视线的气焰开始消散。而此时，楚风的身影也终于是浮现在了众人的面前。这是谁啊？不过，当人们看到楚风之后，大部分人的表情却是茫然不解，不知所措。他们预想中的这个人乃是吕介，但是此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人却是一个陌生人，这让他们甚是疑惑，甚至都不确定楚风是不是那个破开了隐藏之门的人。是他。可是相比大部分人的茫然失措，却也有人认得楚风，就比如岳阳和陈光。只是相比于旁人，他们二人脸上的金色则是更浓，毕竟上一次与楚风见面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一日，楚风乃是受龙小小邀请而来，本以为楚风是一位天才界灵师，毕竟龙小小可是把楚风夸得天花乱坠，只是最后的结果却让他们大跌眼镜。楚风不仅释放不出结界之力，连界灵都不敢释放，所以他们便一致认为楚风不过是一个江湖骗子罢了。甚至在那之后，楚风的名字还多次成为了他们口中的笑谈，事后还与其他人讲述过这个可笑的人。可是这个可笑的家伙应该是一个江湖骗子，是一个废物，是一个没用的人才对。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发现隐藏之门呢？尽管不愿意承认，可是到如今他们却也不得不去想，是不是他们低估了这个叫做楚风的人？是不是当日的他真的是遇到了麻烦，所以才无法施展界灵之术？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是开启隐藏之门的那个人？也可能他开启隐藏之门纯粹运气呢？岳阳与陈光在不停地思索着，他竟然没死。不过相比于岳阳和陈光，有一个人就已不是惊讶，而是惊吓了。这个人便是李风雪。楚风他不仅认识，他还知道楚风的遭遇。当日楚风拿到了他师尊交出的灵域残图，可残图内的戒之鬼符虫乃是必杀之物，那是他师尊花大价钱弄过来的，目的就是要守护灵域残图，让擅自触碰灵域残图的人死于非命。那戒之鬼符虫能值大价钱，不因别的，就是因为它并非寻常毒物，它的体内有结界阵法，那结界阵法极为恐怖，除非是5尊境的强者，否则5尊境之下没有人能够被戒之鬼符虫入体而不死。难道说是那戒之鬼符虫被提前发现了，并没有进入楚风体内？尽管在李风雪的认知中，楚风本不该躲过此劫，但眼下楚风就那样毫发无损地站在他的面前，他也就只能猜测是汤臣大师帮助楚风避开了戒之鬼符虫的入体了。汤臣那老东西还真是有两下子，不过既然躲过一劫，为何这袁术还对我敌意这么深，一副想杀我的模样？这个家伙竟如此记仇。李风雪眉头微皱，总感觉哪里不对，但却又想不到是哪里。这是谁啊？不过相比于岳阳、陈光、李风雪等人，其他人仍对楚风充满了好奇，他们的目光有些复杂，有凝重，有敬畏，也有不以为然。先前赞叹的夸奖也彻底消失。显然楚风这个对于他们而言的陌生人开启了所谓的隐藏之门，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一个态度，他们并不服。他叫楚风。就在此时，袁术开口了。楚风，他是谁的弟子？怎么从未听闻过？对啊，袁术兄，你是认识此人吧？袁术这一开口，许多人都纷纷询问起来。毕竟袁术身为汤臣大师弟子，早就名声在外，而他的实力也是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的。他说的话人们还是很信的，自然是名师出高徒。至于是谁弟子，你们日后自然会知晓。袁术面带笑意，故意卖起了关子，而这也成功的吊起了人们的胃口。听闻袁术的一番介绍之后，人们对楚风的看法也都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忽然一道身影出现在了如意古堡的深处，那是一名穿着布衣长袍的老者。老者无论发丝还是胡须都是灰色，头发很是蓬松，宛如狮子的发丝一般炸开，就连他的胡须也是炸开的。因为胡须和发丝的原因，他的面容露出来的部分都很少，唯有一双眼睛看得最为真切，可那双眼睛就像是充满困意一般，非常的无神。他这个穿着与形象，一眼望去如同乞丐一般，可此人出现之后，在场的众位后辈们却是同时施以大礼，因为这位正是此地的主人如意老人。这位小友可否做个自我介绍？如意老人出现后，并未理会施礼的众人，而是直接看向楚风。晚辈楚风拜见前辈。楚风也是赶忙施礼。楚风很好。如意老人点了点头，随后手腕一转，在其手中出现了一个四方的盒子。那盒子长约2尺，宽约1尺，看上极为古朴，虽然有些破旧，但是一看就是不凡之物。此时许多人都是运用特殊的观察之法，想要看穿那盒子，看看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可是无论怎么看，
都看不透，于是人们更是猜测不断，都觉得那盒子内的宝物定然是无价之宝。毕竟能让如意老人如此郑重的拿出来，就已经说明它的价值。楚风小友开启了隐藏之门，这是对他额外的奖励。如意老人举着手中的盒子，对众人说道：“奖励，居然还有奖励！”听闻此话，众人别提多羡慕了。这样价值不菲的宝物就要落入这个来历不明的家伙手中了。大人，那奖励究竟是什么呀？此时更是有人好奇地询问起来。自然是对于你们这些界灵师后辈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宝物。如意老人说道。而他此话一出，本就羡慕的众人则是更加羡慕了。可谁曾想，就在此时，如意老人却又再度开口了。不过按照规矩，若是有人不服，可以对其进行挑战。若其界灵之术能够战胜于他，就可夺得这件宝物。当然，若是挑战失败，也要付出代价，那就是永生永世都没有资格再踏入这如意古堡。如意老人说道。这惩罚，听闻此话，许多人都是面露犹豫之色。这个惩罚未免太严重了些。如意古堡之所以对他们有着如此大的吸引力，正是因为如意镜。虽然每次踏入如意古堡，那如意镜只能使用一次，但是下次再踏入，依旧可以再度使用。简单的说，只要实力够强，每次踏入这如意古堡，都可以得到一件对其当下有着帮助的宝物。如意古堡的价值对他们而言可谓极大，说是无穷无尽的宝库也不为过。若是无法再踏入如意古堡，这样的代价自然是极大的。在不知这楚风实力如何的情况下，许多人都犹豫了。哪怕他们不服楚风，不认可楚风，但他们却也不敢冒此风险去挑战楚风。他们怕呀，万一他们败了呢？那可就亏大了。我来挑战。可就在此时，却有一道声音响起，乃是陈光。相比于其他人，陈光对楚风是有些了解的。虽说楚风开启了隐藏之门，让他很是意外，可因为第一次见面，楚风给他留下的印象非常不好，所以导致他对楚风始终低看一等，觉得楚风就是一个废物。哪怕开启了隐藏之门，那也定然是运气。就算楚风有实力，那么其实力也必然是不如他的。挑战之前，先自报家门。如意老人说道。他自然知道陈光是谁，可他的要求就是如此严格。对于如意老人的性格，大家也都了解，所以陈光也不介意，而是开始自报家门。在下乃北辰天师弟子陈光，我不服这个楚风，所以前来挑战，不知这位兄台可敢应否？陈光凝声问道。他的话语铿锵有力，不仅散发着自信，更是充满了对楚风的挑战气息。楚风小友，你没有选择，若不接受挑战，就等于认输，这件宝物就要归陈光所有。如意老人对楚风提醒道。既然没有选择，那也就不用选择了。楚风先是淡淡一笑，这才对陈光说道。陈光兄，上次因为我的一些个人原因，导致我们未能切磋上，这一次刚好弥补上一次的遗憾。楚风说道。陈光上台。如意老人说话间，大袖一挥，一道结界门在陈光身前开启。陈光踏过那结界门，进入了被封锁的区域之内。大人，有何规则吗？陈光并未直接出手，而是恭敬地对如意老人问道。规则你们自己定。如意老人说话间，便以阵法凝聚出一个摇椅，躺在上面闭目养神去了。那个架势似乎一点也不关心楚风与陈光这场切磋究竟谁胜谁负一样。既然如此，那就由我们来定吧。陈光刚开口准备制定规则，楚风便开口说道。大家都赶时间，我们就快一点吧，直接用结界之术定胜负。你的意思是我们直接出手？陈光问道。对于楚风这个提议，他是有些意外的。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楚风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我可就不客气了。陈光说话之间便开始布置阵法，是想要占得先机。可谁成想，楚风没有任何准备，而是直接抬手一掌，那结界之力便化作自其袖口释放而出。释放而出的结界之力立刻开始变化，化作一只长达10米的金色犀牛，直奔那陈光而去。这家伙，陈光万万没有想到楚风会直接出手，这样的攻势也太过随意了吧？这根本就像是修武者在用武力进行攻击，而没有施展任何武技一样，根本不符合界灵师交手绚丽的模样。不过最让陈光意外的是，楚风那随手凝聚的金色犀牛速度极快，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是避无可避，但他却并未慌张。他眼下布置的阵法本就是可攻可防的阵法，并且是根据布置时间长短而决定力量强弱的。他现在结束布阵也是完全可以，并且在他看来，挡下楚风的攻势绝对轻轻松松，所以他不仅不慌，反而甚是得意，就将那阵法拦在了他的身前。而就在此时，楚风释放的金色犀牛已是来到近前，面对陈光，宛如铜墙铁壁一般的阵法，犀牛毫不畏惧，一头一顶。下一刻，轰鸣炸响，涟漪四散，紧接着所有人都是瞠目结舌，目瞪口呆。那金色的犀牛不仅轻而易举的就将陈光的阵法击碎，就连陈光也是被那金色犀牛顶飞。最重要的是，陈光落地之时已是浑身是血，虚弱至极，那个模样已是没有再战之力。虽然早就知道这场对决会分出个胜负，那可是陈光啊，小辈之中最卓越的天才之一。然而就在众人还沉浸在震惊之际，楚风却是忽然开口。还有谁不服？还有谁不服？楚风此话说出，先前还嘈杂的人群立刻变得鸦雀无声。这个叫做楚风的家伙，尽管大多数人是今日第一次看见，但他能够如此轻易的就将陈光击败，他的实力已是无需多言。如此强横的存在，必然是领悟了龙变一重的。可陈光也领悟了龙变一重啊，但还是被他轻易击败了。这说明这个楚风的战力非同一般，远非寻常的界灵师能比。除非是领悟了龙变2重的人，否则谁敢挑战他？若没人不服，这奖励
可就要归楚风所有了。如意老人开口了，他也算是看出来了，当晨光以如此狼狈的姿态被楚风击败之后，在场的其他人都不敢再挑战楚风，他们都害怕失败，毕竟失败的代价可不小。我不服。可就在此时，却有一道声音响起，乃是那个黑胖子岳阳。岳阳他要挑战。尽管岳阳的名声丝毫不弱于晨光，可是在晨光败了之后，人们却都觉得就算岳阳出手也是自讨苦吃。尽管相比于楚风，人们更了解岳阳，可现在却没有人看好岳阳，自报家门。如意老人说道，我乃道天大师弟子岳阳。楚风，我不服你，不过若要我挑战，这个比试的规则就要我来定。岳阳对楚风说道。岳阳此话一出，就连旁人都是吃了一惊，他们明明是挑战者，哪有资格来定规则？就好像楚风求着他挑战一样，天下间根本没有这样的道理啊！所以听闻他这番话后，如意老人也是眉头皱起，面露不悦，就要开口斥责岳阳。可谁曾想，还不待如意老人开口，楚风便率先开口了。好，规则你来定，只要不是特别过分，我都应。楚风说道。居然应了！楚风这一应，人们对楚风更加刮目相看，尤其是看到楚风那气定神闲、自信满满的模样，人们此时忽然觉得这个叫做楚风的家伙有些深不可测，因为那种自信可不像是装出来的。不过相比于旁人的惊讶，岳阳可就大喜。若是这样，那我岳阳可就不客气了。大人，还请放我进去。岳阳对如意老人抱拳说道。如意老人虽不喜欢岳阳这种挑战方式，但楚风既然都表示赞同，他倒也没有多说什么，毕竟之前他就说过，规则这种东西楚风他们自己定。于是他大袖一挥，便又打开了一道结界门，而岳阳则是赶忙踏入了其中，那个急切的模样就好像他生怕楚风反悔一般。楚风兄弟，我的条件很简单，你我不交手，比拼我们的界灵，界灵定胜负。岳阳笑眯眯地对楚风说道。比拼界灵。听闻此话，所有人反应过来，瞬间明白了岳阳的计划。因为岳阳的界灵厉害，这乃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毕竟岳阳乃是一位修罗界灵师。不过人们不知道的是，上一次岳阳曾挑战过楚风的界灵，而楚风却认输了，这也是为何岳阳在晨光失败后还敢挑战楚风的原因。他觉得楚风当日界灵之术因宝物施展不出，这是有可能的，毕竟此时楚风展现出的界灵之术，其战力的确惊人，但界灵这种存在数量应该极多，楚风却说他的界灵在闭关，这种说法没人会认可，岳阳自然也就不信。所以唯一能解释的就是楚风的界灵并不够强，他是因为畏惧所以才退缩了，界灵闭关不过是借口。楚风兄弟，你该不会是不敢吧？难道你要说你的界灵在闭关修炼？岳阳生怕楚风不敢，于是再度问道，毕竟当日的楚风可就拒绝了他这个请求。说来也巧，我的界灵今日刚好出关，刚好弥补一下当日的遗憾。楚风笑着说道。他早就预料到岳阳挑战自己会约战界灵，而楚风这一应下，则是让岳阳有些不适应了。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再加上他对自己界灵的自信，所以岳阳倒也没有退缩，而是直接张开了界灵大门。下一刻便有足足3只界灵从那界灵大门内走了出来。当这3只界灵走出之后，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因为这3只界灵的修为没有隐藏，人们能够感受得到他们的修为全部在一品至尊境，这都是来自修罗灵界的界灵。其中一只楚风当日就曾见过，不过那一日岳阳只是放出了1只，如今却一口气放出了3只，也是可以从侧面看出今日的岳阳非常的认真，好厉害，竟然可以召唤到至尊境的界灵了吗？看着那3只一品至尊境的界灵，在场之中也有人感到有些意外。虽然早就听闻岳阳的界灵厉害，但之前的界灵却不如今日的界灵。岳阳的界灵又成长了。雨莎怎么样？没问题吧？楚风并未急着张开界灵大门，而是对雨莎问道。开门。雨莎只是说了2个字，可当这2个字响起之后，楚风却是笑了。雨莎就是这样一个性格，这个丫头话很少，但她却不是一个软柿子。当初就是雨莎与灵狐鸿飞大战，才让楚风夺得了一个祖50星第1名的成绩。雨莎的战力极为惊人。于是在楚风张开界灵大门之后，雨莎那妙曼的身姿也是浮现在众人的视线之内。这只界灵好美啊，这等气质的界灵着实少见，这也是修罗灵界的界灵吗？楚风他也是修罗界灵师，看到雨莎之后，许多人都是目光变化，尤其是男子更是看得双眼发直。能够进入此处的人，哪一个不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哪一个不是阅尽美女无数？可是看到雨莎后，还是为雨莎的美貌所吸引。其实雨莎的美貌若与淡淡比，还是有着一些差距的，但雨莎的气质却是少有人可比，只是那等气质就让人沉醉。长得倒是不错，就是不知道身手怎么样。岳阳这话语之中有着几分酸气，同样是修罗界灵师，但论界灵的外貌，他的界灵显然不如雨莎。不过他也并未惶恐，毕竟界灵比拼的也是实力。但很快岳阳却有神色变化，随后对楚风问道：楚风，你该不会要用1只界灵对付我3只界灵吧？原来岳阳是发现那界灵大门走出雨莎之后，就迟迟没有其他界灵走出，尽管很是意外，但他觉得楚风很可能是要以1只界灵应战，不可以吗？楚风问道。听闻此话，岳阳则是大喜，笑眯眯地说道：可以，当然可以，这是你自己的选择，若是败了，可别怪我以多欺少。放心，不会怪你。楚风说道。而他此话一出，也就验证了岳阳的猜测。此时在场的其他人则是有些无法理解，雨莎此次出场并未隐藏气息，人们能够感受得到雨莎的气息也是1品至尊，这个修为自然没有问题，但是以1敌3显然不公平。楚风这样做究竟是太过自信，还是说没有其他1品至尊境的界灵来进行对决？
可就在众人猜测之际，又有一道声音响起。当这个声音响起之后，人们脸上的惊色则是更浓。把你的戒灵都放出来吧，我一起解决，免得浪费时间。这次开口的乃是雨莎。雨莎的声音甚是好听，但是在她的美眸之中却尽显轻蔑之色。狂妄的丫头，真是该教训！你们不要出手，让我来对付她。岳阳的3只戒灵之中，也有一名女戒灵。这名女戒灵也是有着几分姿色的，不过若与雨莎相比，她的容貌便立刻暗淡了不少。这并非是她不美，而是雨莎实在太过亮眼。万物皆是如此，什么都怕对比。女子的攀比之心本就较强，戒灵也不例外。这名女戒灵天赋本事极强，她莫说在这修武界，就算在修罗灵界，也是极为骄傲的女子。而刚刚雨莎的出场，获得了全场的赞叹，但她却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同为来自修罗灵界的戒灵，这让她本就不爽。可偏偏雨莎又说出那样的话，她自然难以忍受。而这种情况下，用实力说话才能证明自己。好，那这个丫头可就交给你了。其他2名戒灵纷纷点头，赞同这名女戒灵的决定。可就在下一刻，雨莎动了，她如鬼魅一般来到了那名女戒灵面前。只见身形一转，那笔直而纤细的长腿如鞭子一般向那名女戒灵抽打而去。一切太快了，那名女戒灵还未反应过来，已被雨莎击中。这一腿正中腰部，那女戒灵快速的飞射而出，力道极大，若不是有墙壁阻拦，想必飞得更远。但落地之时，她不仅腰骨碎裂，更是灵魂受损，已是无力起身。只是一击，那名女戒灵就已然丧失战力。一切来得太快，当人们反应过来之时，那名女戒灵已是待在墙角，身负重创。但人们却知道发生了是什么，必然是雨莎出手将那女戒灵打成了重伤。但最过震惊的，若是除了岳阳，便是另外2只戒灵了。毕竟先前的他们就与那女戒灵并肩立，他们最能感受到雨莎出手的气息。虽说雨莎与他们一样，修为都在1品至尊境，但雨莎刚刚的出手，其实力绝对不止1品至尊境那么简单。然而众人还未在震惊之中回过神来，雨莎已是再度出腿。这一次她连续出腿，又是2个鞭腿，分别向那2只男戒灵甩了过去。这2击连续命中，那2只男戒灵如那女戒灵一样倒飞而去。只不过相比于那女戒灵，这次雨莎的出腿更为狠辣，瞄准的地方乃是面门。老实讲，那2只男戒灵修为都在1品至尊境，修为皆是不弱，就连其容貌也是相当的英俊。可雨莎这2个鞭腿落下，那2只男戒灵已不只是面目全非，而是半个脑袋都被踢碎了。相比于那还清醒的女戒灵，这2位落地之时已是昏死状态。而在连续出手，眨眼之间就击败了3个同境界的戒灵之后，雨莎则是将目光投向了你3只戒灵的主人岳阳。你想干嘛？看到雨莎的目光，岳阳吓得脸都绿了，身体赶忙向后退去。他害怕雨莎对他出手。事已至此，他能感受得到，雨莎虽是1品至尊，但却拥有逆天战力，并且雨莎的逆天战力极为强横。若是雨莎对他出手，连他也可能不是雨莎的对手。不过雨莎却并未出手，而是问道：“还有吗？”什么？岳阳有些不解。戒灵，雨莎说道：“没了，姑娘，我认输。”岳阳反应过来后，便立刻认输。事已至此，他知道他败了，败得彻彻底底。莫说他的戒灵不敌楚风的戒灵，就算他亲自出手，也很可能不是这只戒灵的对手。虽然很不甘心，但他却知道他的确远不如楚风。虽然不可思议，但楚风当日所说也许都是真的。此时岳阳其实很后悔挑战楚风，但是事已至此，他除了后悔又能如何？眼见着岳阳认输，雨莎也没有多说，而是直接转身走进了戒灵大门之中。输了的就出去吧。如意老人开口了，说话之间手臂又是一挥，下一刻岳阳以及晨光的身影便同时从这如意古堡之内消失。2人再度出现之时，已是在如意古堡之外。外面的人对于如意古堡并没有太多期待，当那些后辈踏入其中后，人们便都将目光投向了远古灵域所在的方位。可当岳阳和晨光出现之后，却仍是引起了注意。毕竟这2位可都是后辈中的佼佼者。岳阳和晨光他们怎么出来了？晨光的伤，这是怎么回事？有人发出惊叹之后，便立刻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当人们发现晨光身负重创，而岳阳的戒灵伤势更重之后，人们也是倍感意外。一时之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射过来，更有好奇者纷纷自远处飞掠而来。徒儿，这是怎么回事？是谁伤了你们？此时最首当其冲的乃是岳阳与晨光的师尊。如意古堡，他们的弟子曾多次进入，对于如意古堡，他们是较为了解的。如意古堡内的如意镜，虽然想得到宝物是需要破解阵法的，但里面的阵法却不会将人重创，所以他们下意识的就觉得他们弟子的伤乃是人为所致。师尊，弟子无能。岳阳和晨光同时说道。无能到底是怎么回事？此时莫说他们师尊好奇，就连其他人也都好奇，他们都很想知道这究竟发生了什么。进入如意古堡的通道中有着一道隐藏之门，这是我们之前都不曾知道的事，但今日却有一个家伙发现了那道隐藏之门，而只要成功通过隐藏之门，就会得到额外奖励。我与晨光皆是不服，所以便对其发起挑战，而挑战失败的下场就是从今以后再也无法踏入如意古堡。岳阳并未隐瞒，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讲述起来。而听闻经过之后，岳阳与晨光的师尊脸色也都变得难看起来。搞了半天是他们的弟子主动挑战他人，结果却被人击败，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而听闻这件事后，人们也都非常好奇，人们好奇那个能够连续击败晨光和岳阳的究竟是何人？是何人击败了你们？然而还不待岳阳与晨光的师尊询问，便有另外一道声音率先响起。瞬身观望，所有人都是目光变化，
那是一名青年，立于不远处的虚空之上。这名青年身穿一袭白衣，头戴发冠，面容俊朗，尤其那双眼眸格外有神，宛如蕴藏万千星辰，并且他的身上有着一抹孤傲的气质，是属于那种一眼望去宛如仙人，亦或是不染凡尘的世外高人。可他却又明明如此年轻，年轻有为这4个字放在他的身上再合适不过。而在场之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的身份，他便是悟道圣尊的得意弟子吕介。看到这个身影，无论是小辈还是老一辈，目光都有所变化，因为这位便是悟道圣尊最器重的弟子吕介。吕介何时来到此处的，人们皆是不知晓，但猜测他应该来了有一会了，否则不会出现的这么及时。至于为何人们没有发现，乃是因为他的身上有隐藏至宝，那是悟道圣尊给他的，有那件宝物在，吕介除非自己现身，否则哪怕在场的大人物们也是难以发现他。看到吕介露面，原本郁闷的岳阳与晨光心中也是扬起一抹喜色。他们被楚风击败，自然心中有恨，可他们没有这个实力去复仇，但是吕介可以。吕介这位当今圣光天河最强的后备界灵师，已经领悟了龙变二重，他定然有实力击败那个楚风。是何人击败了你们？吕介虽然现身，但并未靠得太近，而站在原地对晨光与岳阳二人问道。他面无波澜，话语平静，但人们却也都听得出来，吕介也对那个人击败了岳阳与晨光的人很是好奇。他叫做楚风。岳阳回道：楚风。吕介思索了一下，但在他的脑海之中却找不到关于楚风这个人的来历。虽然他的师姐洞察天师曾栽在楚风手里，但吕介还并不知道此事，所以他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这楚风是谁的弟子？又出自何方势力？吕介接连问道。这个并不太清楚。岳阳说道。可就在岳阳此话落下之后，那晨光也是开口了。吕介兄，那楚风极为狂傲，根本不将我辈放在眼里，如若不然，我也不会与晨光兄弟挑战他。只是可惜我们不是他的对手，给我辈丢人了，还请吕介兄为我们出头，好好教训一下那个楚风。相比于岳阳简单的回答，晨光的话语之中则是充满了挑唆意味。我为何要替你们出头？可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听闻晨光的话后，吕介的回答却非常的无情，这让晨光面色铁青，他觉得脸上无光，颜面尽失。可偏偏他也没有太多意外，毕竟吕介本就是这样一个性格。晨光说楚风狂傲，那是他编的。楚风并未展现过目中无人，但相比于楚风，这吕介就是真正的狂傲。可以说，除了他的师尊悟道圣尊之外，其他修炼了界灵之术的人，他都不放在眼里。哪怕是老一辈的强者，他也同样不放在眼里。就连他的师兄师姐们，他也很少给予好的脸色。吕介就是这样一个自负的人，一个自负到了极致的人，一个不近人情的人。吕介，我徒儿乃是好心提醒你，说话何必如此难听。此时，晨光的师尊开口了，毕竟晨光是他的弟子，他无法容忍自己的弟子被人这样对待，哪怕吕介是悟道圣尊的弟子也是不行。然而面对晨光师尊的话，吕介却是轻哼一声，连回答都未曾回答。他转过身去就准备离开，这让晨光的师尊脸色也是变得难看起来。吕介这个态度显然是连他也都没有放在眼里。可若要论辈分，他明明是长辈啊，就算吕介天赋再好，但也不该如此待他，毕竟他现在的实力还远非吕介可比。吕介，你该不会是不敢进去了吧？就在此时，又有一道老者的声音响起，这一次开口的乃是岳阳的师尊。有何不敢？听闻此话，吕介驻足，回过头来，你也曾多次踏入如意古堡，但都未曾发现那隐藏之门，但这个楚风却发现了，并且顺利通过，说明此子的实力在你之上。岳阳的师尊说道。激将法吗？弟子无用，师尊也无用。吕介淡淡一笑，他并未生气，反而笑得很是讽刺。原来他早就看穿了，晨光是想利用他来报仇。吕介，这就是你与长辈说话的态度？你师尊就是这样教导你的吗？晨光与岳阳的两位师尊很是不悦地问道。毕竟吕介都已经当众羞辱他们了，他们这种身份的人不可能不给予回应。我师尊是如何教导我的，与你们无关，但要不了多久，我师尊就会来到此地。你们若有疑问，不妨去问问他老人家。只是你们敢吗？吕介眯着眼睛问道。晨光与岳阳的师尊们眉头皱起，内心更是极为不爽。可是他们偏偏一时间说不出什么，因为吕介说对了，面对悟道圣尊，他们真的不敢多说太多。那是一个他们不敢得罪的人，这也是为何吕介明明是一个后辈，却也能如此嚣张的原因。吕介的天赋毋庸置疑，但人们真正怕的还是吕介的师尊悟道圣尊。吕介兄，我真的是好心提醒你，若不进去，那面旗帜上的名字怕是都不再属于你，而是要易主。那楚风一定会挑战天赋阶梯的。晨光再度开口说道。他若真有这个实力，那就让他拿去吧。对于这种东西，我吕介并不在乎。吕介很是无所谓的说道。听闻吕介这样说，岳阳与晨光都是无话可说，但他们却有些不理解，吕介为何不去挑战楚风？难道说他真的怕了吗？但是不应该啊，吕介不像是容易惧怕之人，相反，吕介是一个争强好胜之人。快看，那旗子上的名字不见了。忽然，远处有人指着那如意古堡上的旗子，大声呼喊起来。下一刻，所有人都将目光投了过去。这一看才发现，三面旗帜的第一面，也就是之前写着吕介二字的旗帜，果然发生了变化。旗帜本身并无变化，而是吕介二字消失了。看到那旗帜上的名字消失，吕介的脸色也是有了变化，不再像先前那般波澜不惊。虽然嘴上说他并不在乎这些，可从他那紧张的目光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非常在乎的。想不到这楚风这么快就征服了那天赋阶梯。晨光与岳阳神色复杂，虽然他们知道楚风一定会挑战天赋阶梯，但没有想到
楚风会这么快就开始，并且看这个架势，他多半已经成功。从天赋而言，楚风注定是要超越吕界了。好厉害的后辈，这楚风到底是谁的弟子啊？诸位，可有人听闻过？此一时，天地间变得喧闹起来，所有人都在打探楚风的消息，但是这些大人物们却没有人知道这个叫做楚风的年轻人究竟是何来历。但越是这样，却越让人们感到好奇。见此情形，隐藏于虚空中的汤臣大师则是笑得合不拢嘴。他早就知道楚风今日会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但却没有想到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可是很快，汤臣大师却是脸色一僵，因为那面旗帜上又有了变化，隐隐间浮现出了2个字，那是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却不是楚风，而是于庭。于庭，这个于庭又是谁？看到于庭2字渐渐显露，在场的其他人也是大惊失色。说好的楚风呢？这于庭又是怎么回事？不解之余，人们都将目光投向了岳阳和陈光，想从他们2人的身上寻求答案。于庭，可实际上，莫说旁人一脸茫然，就连从如意古堡内出来的陈光和岳阳也是不知所措。楚风他们好歹见识过实力，这于庭为何人，他们根本就不知晓。如意古堡之内，当人们亲眼看到了陈光与岳阳的惨败之后，便没有人敢再去挑战楚风。楚风顺利的拿到了那个所谓的奖励，只不过当那个盒子被打开，看到那个所谓的奖励后，人们却是有些大失所望。想必岳阳与陈光若是早点看到了这个奖励，也就不会冒着风险去挑战楚风了。原来这个所谓的奖励不过是一颗鸡蛋大小的灰色石头，那石头看上去极为平凡，就像是一颗再普通不过的石头，连最低级的灵石都不是。莫说这些修武者，就算平民老百姓也不可能收藏这样的东西。不过这毕竟是如意古堡内的奖励，人们自然也不敢太过小爱看，因此人们一开始也觉得那石头可能是表面上看着一般，实际上乃是深藏不露的至宝。不过经过一番仔细的打量之后，却都看不出端倪，甚至连楚风询问这石头的作用，那如意老人给出的答复也是让人大跌眼镜。他说天机不泄露，让楚风好好保管此物即可，若是真的没用，收藏起来也是极好的。前面那一句还让人们有些期待，但后面这一句说出来，就连那抹期待也是锐减。虽然仍有人觉得那是深藏不露的宝物，但大部分人都觉得楚风可能是得到了一个废品，所以人们对楚风的羡慕也只是羡慕他的天赋和实力，至于那个奖励便少有人羡慕了，也是因为无人挑战楚风，所以那层阻挡众人的无形结界也是被如意老人彻底收回。大家终于可以如愿以偿来到如意镜面前，或是挑战天赋阶梯。值得一提的是，于婷是第一个踏上天赋阶梯的人。原本对于这个女子，人们并未太多在意，可是眼下于婷却成为了如意古堡内全场瞩目的焦点，就连原本躺在摇椅上的如意老人也是微微睁开眼眸，用余光打量起了于婷。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于婷在那天赋台阶上面已经站立了1炷香的时间。1炷香的时间其实很短，但若是能够在天赋台阶上站上1炷香的时间，可就极为利奥的。上次做到了这件事的人乃是吕界，可哪怕是吕界立了1炷香的时间后，却也已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赶忙从那天赋阶梯离开。但眼下的于婷虽也同样是满头大汗，眉头紧皱，脸上布满艰难之色，但他却仍立于上面。他还有余力，他仍在坚持。他所站立的时间明显已经超越了吕界，够了，若再坚持会伤到你。何况你已经超越了吕界，外面的旗帜上面已是印上你的名字了，没必要再继续了，下去吧。如意老人开口了，他这一开口，于婷也不再勉强，而是离开了天赋阶梯。离开阶梯后，于婷整个人都像是虚脱了一样。没事吧？楚风上前问道。无碍。于婷露出了一抹笑容。楚风很少看见于婷笑，但还真别说，这丫头笑起来还真好看。于婷笑起来会比她不笑的时候美上几倍都不止。于婷姑娘，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我袁术今日是长了见识了。袁术也是来到于婷身旁，相比于楚风的平静，袁术的表情可就精彩多了。毕竟于婷刚刚此举已经足以证明，在天赋上面，于婷的界灵师天赋是超越了吕界的，这是之前的吕界万万没有想到的。而见袁术以及楚风与于婷的交谈，旁人也终于知道他们3人是相识的。袁术不用多说，身为汤臣大师弟子，早就声名赫赫。楚风与于婷的表现，那也都是惊为天人。他们3人相识，更是让人们意识到这楚风与于婷的来历定是极不简单。远古灵域果然是所有界灵师都不想错过的宝地。远古灵域将要开启，竟让这些隐世的厉害家伙们都出来了。此时有不少人发出这样的感叹：楚风与于婷的天赋已是不用多言，这2人都是超越了吕界的存在。他们2人的出现，当然不会让吕界黯淡无光，但至少会让吕界的光芒得到一些掩盖。而正所谓名师出高徒，所以人们都很好奇，能够教导出如此弟子的人又将是何等存在。但既然连弟子都出面了，人们觉得这2位的师尊必然也会出现，所以这些后辈都是颇为期待。期待当他们走出这如意古堡，期待当那远古灵域开启，于婷与楚风的师尊就会露面，那会是何等人物，人们甚是期待。楚风，你也试一下吧。于婷以虚弱的口吻对楚风说道。虽然于婷很是虚弱，但楚风却也并未太过担心。楚风知道于婷的虚弱是来自于天赋阶梯的某种压力，看于婷的样子，虽然此刻虚弱，但应该很快就会缓解。如意古堡内的一切还是较为人性的，一般不会伤害进入此地的人，哪怕挑战也会适可而止。于是楚风将目光投向天赋阶梯，仔细观察，能够发现原来天赋阶梯上面也有于婷的名字。楚风发现于婷对于自己的天赋其实很在意，之所以如此，想必是在卧龙武宗内天赋一直较弱导致的。现在
于婷能够得到这样的成绩，会给他建立极大的信心，这从于婷刚才那抹笑容就看得出来。而楚风不想抹杀掉于婷建立起来的信心，楚风希望于婷留下的荣耀能够一直刻在那面旗帜上面，这对于今后的于婷会是极大的鼓舞。于是楚风将目光投向了那第2个阶梯，忽然楚风身形一跃，他越过了第1个台阶，直接落在了第2个台阶之上。他在干嘛？见此一幕，所有人都是大跌眼镜，就连原本躺着的如意老人而已是猛然坐起身来，楚风快下来！而袁术更是紧张的大喊起来。天赋台阶共3层，按照如意老人当初讲述，第1层的天赋台阶最为容易，第2层的天赋台阶将会变得极难，甚至会致人丢掉性命。所以正常的顺序就是先踏入第1层天赋台阶，若是能够在第1层天赋台阶站住2炷香的时间，才有资格去挑战第2层阶梯，否则是不允许直接踏入第2层阶梯的。这个规矩乃如意老人所定，他的初衷也是为大家考虑。本来当初的许多人还信摩拳擦掌，想要挑战那第2层，可不曾想第1层便将所有人都给拦了下来。久而久之，第2层成为了一个禁地，一个人们只能想象，却没有人敢去触碰，也没有人有资格去触碰的地方。刚刚于婷虽然成功在第1层天赋阶梯上面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但她也只是在上面站了1炷香多一点点的时间而已。虽然超越了吕界，但却远远没有达到2炷香的时间。强如于婷都没有资格挑战第2层台阶，她也的确不敢去挑战第2层台阶。而楚风竟直接跨越第1层台阶，跳上了第2层台阶，这种行为不仅仅违反了如意老人定下的规则，更是犯了大忌，无异于找死。袁术不仅大声呼喊，更是开始布置阵法，想要运用阵法强行将楚风从那第2层阶梯上拽下来，不要打扰他。可袁术还没有出手，却突然有一道声音制止了他，那乃是如意老人。前辈，您……袁术有些懵了，他既担心楚风安危，又不敢违背如意老人，但是转念一想，不对啊，明明不允许直接踏上第2层天赋台阶，是如意老人定下的规矩，反而现在又是如意老人开口阻拦袁术去制止楚风，难不成楚风真的强大到能够不经历第1层天赋台阶的磨练，就挑战第2层天赋台阶？想一想楚风之前的表现，再想一想其师尊的评语，袁术恍然觉得这种事情别人虽然做不到，但楚风他也许真的做得到。毕竟他可是连那戒指鬼符虫都能硬生生炼化的家伙，他本来与其他人就不相同。于是袁术也不再去想太多，而是紧紧地盯着楚风，这才发现在那第2层台阶上面已经有一层热气出现。看到那热气，在场顿时轰动一片。第1层天赋台阶，在场的人几乎都挑战过，并且他人挑战的时候，他们也曾多次围观过，但无论是谁站在上面，遭受怎样的考验与磨砺，天赋台阶都不会出现任何变化。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天赋台阶会出现变化，更何况那热气看似简单，实则很不寻常。人们不能去仔细观察那热气，若仔细观察，便会感觉内心烦躁，头脑不清，那种感觉宛如会随时发疯，甚至走火入魔，好可怕的东西。楚风居然能够站在上面，发现那热气的可怕后，人们无法想象站在台阶上面被热气包裹的楚风正在承受着什么。楚风不仅仅是站在上面，他还面无波澜。忽然又有人开口说道，而对于此话，旁人也是无可争议，因为那位说得很对。于婷站在第1层台阶都是满头大汗，面色惨白，可楚风站在明显难度更高，甚至至今为止没有人敢挑战的第2层台阶，竟是面色不改。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过去，楚风距离那1炷香的时间越来越近，但楚风却依旧是面色不改。这不仅仅让在场的众位小辈议论纷纷，就连如意老人的目光也是变得炙热起来。原本对这些后辈所做的一切都不感兴趣的如意老人，此时一双眼眸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楚风，就连向来面无表情的他，嘴角竟也扬起了一抹淡淡的弧度。如意古堡之外，众人的目光都在凝视着那一面原本刻写着吕界的旗帜。相比于古堡之内，人们同样议论纷纷，就连那些大人物们也都在猜测着旗帜的变化。这个取代了吕界将自己名字刻写上去的于婷究竟是谁？到底是有比那个楚风更为卓越的人存在，还是说这个于婷就是楚风？不用猜了，根据老夫的推断，这于婷就是楚风。她可能本身是个女子，为了不引起注意，故意伪装男子，并给自己起了个假名，这个假名就是楚风。但天赋台阶上面会经历一些心灵的考验，必须报上自己的真实姓名，所以这于婷的名字才会出现。天际之上，一位老者立于白云之巅，一边抚摸胡须，一边凝视如意古堡，嘴上更是振振有词。而他所说的猜测，其实也是在场不少人所猜测的，看来多半就是如此了。此子开启那隐藏之门，还可能是运气，但若是站在了天赋台阶之上，那这可就是真材实料了。想不到我圣光天河竟如此的卧虎藏龙，还有这样的后辈。此时其他人也是纷纷表示赞同，尤其是岳阳与陈东的师尊更是开口夸赞楚风。而他们越是夸赞，吕界的脸色则越不好看。那第2面旗帜有了变化，然而就在所有人都凝视着第1面旗帜的时候，却有人发现第2面旗帜上面出现了变化。那第2面旗帜上面升腾起白色的气焰，紧接着白色气焰相互交织，像是在做着某种仪式一般。而没过多久，那白色气焰交织之下，竟出现了2个大字。那2个大字赫然就是在场众人在短时间内多次提起的2个字：楚风。楚风。看到楚风2字，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小一辈，表情都是变得格外精彩，有的难以置信，有的满面惊容，有的就像是被吓到了一般。谁说楚风就是于婷？谁说楚风是于婷的假名？此时不用任何人说，所有人都明白了一件事：于婷与楚风必然是2个人。
那于婷也是一个天赋卓越之辈，只是很明显，若论天赋，那发现了隐藏之门的楚风却是更胜一筹。楚风二字刻在旗帜上面，不仅在如意古堡外引起轩然大波，如意古堡内的人们更是因为此时而炸开了锅。楚风立于第2层天赋台阶，已有足足1炷香的时间，可楚风却依旧是面无波澜，就宛如他站在一块再寻常不过的台阶上，这台阶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影响。可明明那包括他的气焰，人们只是仔细观察都难以承受。可是就在人们因楚风的举动而惊叹之际，楚风却再度身形一跃，他来到了天赋台阶的第3层。当楚风落到天赋台阶第3层之后，便立刻有一团火焰升起，那火焰散发的温度极为恐怖，哪怕距离很远，却也感觉快要被那火焰所蒸发。眼见不妙，就连在场的这些卓越后辈都是赶忙退后，尽量远离那火焰，甚至有人更是布置出结界阵法，守护自己，来抵挡那火焰的温度。但楚风站在火焰中央，不仅毫发未损，就连衣衫也没有一丝破损。最重要的是，此时楚风的脸上终于有了变化，他眉头微微皱起，脸上涌现出了些许痛苦之色，一层一层的汗水也是自其脸上浮现。可他所受到的影响也就仅此而已。为什么会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真的会大到这种地步？这让在场这些从小便被人称为天才的后辈们难以接受，他们不愿意相信他们与楚风的差距会如此巨大。其实若是楚风此刻满面痛苦难以支撑，人们倒也愿意相信楚风真的是天赋过人。可楚风偏偏表现出来的样子在告诉人们，他并没有承受多大的痛苦。那对于旁人而言，难以承受的痛苦在楚风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这样巨大的差距让人们开始怀疑，究竟是这楚风的天赋真的逆天到了这种地步，还是说这天赋阶踢出了问题？可忽然间又有一个人一跃而起，那是一名男子，他直奔第2层台阶而去，并且稳稳地落在了上面。这名男子的举动，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从楚风的身上移开，落在了他的身上。他竟抢了楚风的风头，而他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关注，乃是因为这个男子此举将会得出结论，究竟是楚风天赋过人，还是天赋阶梯出了问题？答案马上揭晓。不过却也有例外，那就是如意老人。如意老人的目光一直凝视着楚风，哪怕他也注意到了那名男子去挑战第2层阶梯，但如意老人却看都不看他一眼。猛然间，那名男子发出了惨叫，随后整个人便从天赋台阶上跌落了下来。当他落地之时，身体犹如被烫伤了一样，变得通红，躺在地上，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但却不断的呕吐，鲜血与呕吐物交杂在一起，甚是恶心。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这个男子看上去情况非常的糟糕，那个样子恐怕连性命都要不保。可是偏偏却有没有人赶上前去？因为这名男子哪怕已经从天赋阶梯跌落而下，但身上仍有白色气焰萦绕，那气焰与天赋台阶上的气焰一模一样，正是人们所惧怕的东西。无奈之下，有人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如意老人，在场能过救他的也就只有如意老人了。这名男子虽不如袁术等人名声大，但也是后辈之中一个天赋卓越之人。可面对众人求助的目光，如意老人不仅看都不看一眼，反而开口说道：“我曾说过，若连第1层台阶都站不住2炷香的时间，就莫要挑战第2层阶梯，否则后果自负。不听我言，便是活该落得这个下场。”如意老人此话一出，这原本喧闹的如意古堡内部则是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再度紧紧地凝视着楚风。事已至此，所有猜测都有了答案，不是那天赋阶梯的力量减弱了，而是楚风的天赋真的已经到了一个他们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们看着楚风，一边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一边却又不得不去接受这一切。事到如今，他们不得不接受楚风正在挑战那天赋阶梯第3层，并且他并没有承受太大的痛苦的事实。人与人的天赋真的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子灵，我已经知道你为何对他如此死心塌地了。看着楚风，于婷的内心也是有了极大的变化。于婷知道，在场这些人虽然在圣光天河的界灵师后辈中都是天赋卓越、名声赫赫之辈，但若与卧龙武宗那些怪物比，却是有着不小的差距。从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能做出对比，那便是于婷。于婷她的修武天赋在卧龙武宗内算是下等，虽然界灵师的天赋始终没有机会进行测试，可在他看来，他的界灵师天赋就算强于修武天赋，可在卧龙武宗那种怪物成群的地方，他的天赋可能也就是中等。所以于婷在卧龙武宗内乃是最弱的一批弟子。可这样的于婷离开了卧龙武宗，回到圣光天河，竟成了天赋卓越之辈，成功的挑战了大部分人都无法挑战成功的天赋台阶第1层。这就能够看出，圣光天河这些所谓天才，若与卧龙武宗的那些怪物比，简直不值一提。但楚风是个例外，在于婷看来，楚风哪怕进入卧龙武宗那怪物成群的地方，也必然是怪物中的怪物。他的天赋莫说与此处的其他人拉开了极大的差距，哪怕是他于婷，也根本无法与楚风的天赋相提并论。他竟真的做到了。看着那第3层天赋阶梯上面，隐隐间出现了楚风的名字。莫说旁人，就连如意老人情绪也是有了不一样的波动。与此同时，如意古堡之外竟也变得格外的安静，原本喧闹的天地竟少有声音响起，所有人都注视着那面旗帜上的楚风2字，久久难以回过神来，竟然连续征服了第2层和第3层台阶，在2面旗帜上面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楚风究竟是何人啊？我圣光天河竟然隐藏着这样恐怖的天才。忽然有人开口了，下一刻，原本安静的天地再度炸开了锅，楚风的名字再度响彻于所有人的口中。毋庸置疑，楚风这2个字从今日起注定要名扬整个圣光天河，一个前所未有的天才已经降临。如意古堡内
楚风站在天赋台阶之上，任凭火焰升腾，可他脸上的痛苦之色不仅没有加重，反而开始缓解，那仅有的痛感竟然正在楚风的脸上消散。楚风竟然在适应那天赋台阶上的力量，这让在场的后辈已经惊讶到了，已经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们此时的心情了。对于他们而言，楚风的出现就好像一座大山，提醒着他们是多么的弱小。小鬼，下来吧，这天赋台阶已经被你征服了。如意老人对楚风说道，说话间更是丢给了楚风一道令牌。看到那道令牌，许多人都露出好奇之色。那令牌看上去很是简单，只是一个木质的令牌，但那令牌上面不仅散发着远古气息，更是刻写着如意古堡4个字。所有人都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令牌，很是好奇这令牌到底有何用途。这是你挑战第3层天赋台阶的奖励，从今以后你随时可以进入如意古堡之中。在众人不解之际，如意老人开口了，而听闻他这句话后，人们也都是知道这令牌的作用。这是一块通行令，有它在，就算如意古堡不开启结界门，楚风应该也可以进入其中了。如意古堡，这是一座真正的宝地，如意境能带给人的宝物，有的时候是超乎想象的。楚风能够得到这样的待遇，着实让人羡慕。可是这些后辈们也很清楚，楚风有资格得到这样的待遇，毕竟他做到了其他人都做不到的事，必然也就有资格享受其他人所享受不到的待遇。此时，不少人上前与楚风打招呼，想要与楚风结交。楚风倒也没有摆架子，而是一一回应。当然，对于这些人询问楚风来自何地、师尊是谁等话题，楚风都没有回答。事实上，楚风愿意搭理这些人，也是因为在等待于婷和袁术。楚风虽然挑战了如意境，但于婷和袁术却还没有。终于，于婷和袁术也分别走到了如意境面前，并且他们都顺利的挑战成功，拿到了如意境内的宝物。在3人都有所收获之后，楚风3人便决定离开如意古堡。本来楚风还想与如意老人道个别，但却发现如意老人不知何时竟然消失了。这种情况下，楚风3人便直接走出了如意古堡。当楚风离开如意古堡之后，便立刻遭到了众人的围观，人群之中更是有人指着楚风3人大声呼喊起来，出来了，他们出来了。袁术身边的女子就是于婷，她成功的挑战了天赋台阶第1层，而袁术身旁的男子就是那个楚风，他不仅成功从隐藏之门内走出，更是轻松的挑战了第2层天赋台阶和第3层天赋台阶。少东大师的孙子少羽只是刚刚落在第2层天赋台阶就身负重创，险些死去，但楚风站在第2层天赋台阶上面却是面无波澜，哪怕是天赋台阶的第3层，对他也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妖孽，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妖孽，但此时他就站在我们面前。原来是有如意古堡内的后辈提前走了出来，所以当楚风3人出现之后，他们便立刻为众人指认起了楚风和于婷站在那样的天赋台阶上，当真不受影响吗？天赋竟达到了那等地步。此时莫说后辈和小辈们，就连老一辈们，那些名震圣光天河的界灵大师们也都在仔细地打量着楚风和于婷，他们都很好奇这2位从未见过的天才到底是何方势力的后辈，又或者说是那位界灵大师所培养出的高徒。甚至有人猜测这于婷和楚风很可能是师兄妹，他们2个很可能是出自同一师门。你真的挑战了那天赋台阶的第2层和第3层？忽然有一道声音自人群之中响起，顺声观望，所有人都是目光一动。他风度翩翩，哪怕在众多强大的界灵师之中也是格外引人注意，乃是真正的人中之龙。而他便是悟道圣尊的弟子吕介。这位兄台有何事吗？楚风凝声问道。他从对方的目光之中已是看到了不善，所以楚风的语气其实也并不和善。在下乃是吕介，听闻楚风兄弟天赋过人，只是不知传闻是真是假，所以想要领教一下楚风兄弟的界灵之术。吕介此话一出，在场众人的脸色变得越发精彩起来。吕介向来心高气傲，后辈之中他还从未主动挑战过任何人，但是今日他却破例了。人们都明白，楚风连续挑战成功天赋阶梯的第2层和第3层，对吕介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一直以来都被誉为圣光天河最卓越界灵师后辈的他，必然不会允许有人取代他的位置。这是一场尊严之战，也是一场荣誉之争。然而当吕介开口之后，楚风却是眯着眼睛看着他，没有给予任何回答。怎么不说话？是不敢吗？莫非你的天赋都是假的？见楚风没有回答，那吕介再度逼问道，话语也是越发难听。听闻此话，楚风则是淡淡的笑了。他刚要开口，却有人拦在了他的身前，率先开口了。是袁术。吕介兄，楚风兄弟还是小辈，你修炼界灵之术比他早许多，你要他与你切磋，这样不太合适吧？袁术深知吕介的强大，哪怕楚风天赋异禀，但若与此时的吕介交手，显然也是要吃大亏的，因此他并不希望这场对决发生，主要是害怕楚风吃亏。然而当袁术开口之后，吕介却是脸色阴沉，冷声说道，你算什么东西？我与楚风交谈，你有什么资格插嘴？听闻此话，袁术的脸色也是变得难看起来。想当初他可是和吕介齐名的，只是不曾想时至今日，他们2人已经有了如此大的差距。在旁人眼中，袁术也许还是汤臣大师的高徒，是一位优秀的界灵师后辈，甚至是一位少见的天才和一位界灵大师。可在吕介眼中，袁术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入流的存在。想不到悟道圣尊的弟子竟然如此没有礼貌，连别人说话的权利都要剥夺。就在此时，楚风则是站在了袁术身前，他目视吕介，再度说道，既然如此，那我倒是也想问你一句话。什么话？你说。吕介说道。楚风先是讽刺一笑，这才开口，连天赋台阶第2层都未曾挑战过，甚至连天赋台阶第1层的名字都无法稳住的人，又是谁给你的勇气来挑战我？你觉得
你有这个资格吗？